社会主义这个词汇在全球历史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理论，更是一种深刻影响着世界多个国家和区域的实践。社会主义主张通过社会集体拥有生产资料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到20世纪的苏联和中国，再到今天的北欧福利国家，社会主义以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在全球范围内展现了其影响力。在社会主义的影响下，一些国家实现了显著的社会福利和经济平等。例如，北欧国家通过高税收和高福利的模式，建立了一个较为平等和包容的社会。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也可能带来经济发展的缓慢和个人自由的限制，如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例子所示。那么，社会主义为何会在不同的国家产生如此不同的结果？它的成功与失败又取决于哪些因素？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学或政治学的问题，更是关乎每个人生活的实际问题。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的多种面貌，分析它如何在不同国家中实施，以及这些政策背后的深层原因和广泛影响。以苏联为例，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先驱和实践者，苏联采用社会主义政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消除贫困和不平等，实现社会阶级的平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包括经济效率低下和政治权力的集中。此外，北欧国家如瑞典和丹麦虽然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们采纳了许多社会主义的政策，如高税收、高福利和强大的公共服务体系。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社会福利，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同时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自由度和个人自由。社会主义政策的成因和影响是复杂且多面的，它们既受到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也与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更深入地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不同国家采用社会主义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以及这些政策如何塑造了这些国家的今天和未来。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苏联是社会主义政策的典型实践者。1917年俄国革命后，苏联开始尝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计划，如著名的5年计划。这些计划旨在迅速实现工业化和集体化农业，以减少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实现了显著的工业增长，特别是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领域。然而，这种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严重的资源配置不当和人权问题，如饥荒、劳工营和政治迫害。另一方面，中国在1949年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后，也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采取了苏联的模式，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革，包括土地改革、国有化工业和大跃进运动。特别是在大跃进期间，中国政府试图通过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来实现农业和工业的快速发展。然而，这些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混乱和人道灾难，例如著名的3年大饥荒。在北欧国家，如瑞典和丹麦，社会主义政策的实施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国家在20世纪中叶开始逐步建立起高福利、高税收的社会民主体制。例如，瑞典在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通过提高税收和扩大政府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建立了一个覆盖全民的福利系统。这些政策有效地减少了贫困和社会不平等，同时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和个人自由度。不同于苏联和中国的是，北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策更加注重社会福利和公民权利，而不是严格的经济计划和政治集中。这些国家的成功在于他们能够在社会福利和市场经济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创造了一种既公平又高效的社会经济模式。总之，不同国家实施社会主义政策的经济状况和政策细节各有不同。
苏联和中国的例子展示了社会主义在极端条件下的实践和其带来的深远影响，而北欧国家则展示了一种更为温和和平衡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这些例子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政策在不同国家的多样性，也展示了这些政策如何根据各自国家的特定条件和需求而调整和变化。实施社会主义政策后，不同国家的经济转变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以苏联为例，尽管在初期实现了工业化和军事强国的目标，长期来看，其经济模式却暴露出严重的弊端。计划经济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合理、创新能力缺乏，以及对外部市场的封闭，最终导致了苏联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此外，政治体制的僵化也严重阻碍了经济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到了1980年代末，苏联经济的问题已经无法通过简单的改革来解决，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在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动荡之后，中国在1978年开始了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型，由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这一转变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巨大变化。农业集体化的解体、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外资的引入和对外贸易的扩大，这些改革措施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水平，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北欧国家的经济转变则更加平稳和渐进。这些国家通过高税收和高福利的模式，在保障公民基本福利的同时，也保持了市场经济的活力。瑞典和丹麦等国在保持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的同时，也不断进行市场化改革，以提高经济效率和竞争力。这种第3条道路的模式，既保留了社会主义的福利理念，又引入了市场经济的灵活性和效率，使得北欧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总体来说，社会主义政策的实施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苏联的例子表明，过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可能导致经济的崩溃。中国的改革开放则显示了经济体制的灵活调整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北欧国家的经验则提供了一种平衡社会福利和市场经济的可行路径。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时代背景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社会主义政策不仅改变了实施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对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格局、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直接的，如政治经济体制的改变，也有间接的，如对全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苏联的崛起和解体是社会主义对世界的直接影响的一个重要例子。在冷战期间，苏联与美国形成了两极对立的国际格局，不仅在军事和政治上对抗，更在意识形态上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苏联的存在使得社会主义成为了世界上的一种主要政治力量，对许多国家的政治选择和经济模式产生了影响。而苏联的解体不仅结束了冷战时代，也标志着一种极端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则是社会主义如何适应和融入全球化世界的一个典型例子。通过引入市场经济机制，中国不仅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逐渐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全球的经济格局，特别是在制造业、贸易和投资等领域。此外，中国的发展模式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发展路径的参考。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模式则对全球的福利政策和社会公平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北欧模式被许多国家视为一种成功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其高福利、高税收和高社会公平的特点，被广泛认为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理想目标。北欧国家的经验表明，合理的社会政策和有效的市场经济可以并存，为追求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国家提供了参考。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政策不仅改变了实施这一政策的国家，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苏联的崛起与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关系。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单一固定的概念，而是一个随着时间和环境变化而不断发展和演变的理念。社会主义政策的影响，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都是我们理解当代世界的重要一环。